每天同一個位置的你，需要翻譯的朋友，請打開字幕觀看。第11話，面試那天，早上陽光很好，小夏剛上班，一邊喝着咖啡，一邊打開顧客登記表。7號機空着，他下意識地看了一眼，沒來。阿成那天在地鐵上，穿着那件淺灰色襯衫，手心都是汗。他默默在手機備忘錄裡看那幾句，不要說太多，微笑，回答前先呼吸。到了公司樓下，他抬頭望着玻璃門，喉嚨有點緊。加油，他在心裡說。下午5點，小夏在換班，門口的風鈴響起，他出現了。他看上去有點累，手裡還拿着面試資料。他走到7號機坐下，打開電腦，只是發呆。小夏走過去收垃圾，瞥見他桌上的筆記本，第1頁寫着：面試完，別忘了笑。他假裝沒看到，回到櫃檯。過了一會兒，他放下一罐飲料，便籤上寫着：別慌，會好的，笑臉兒。阿成抬頭看到那罐飲料，他沒說什麼，嘴角卻輕輕彎了一下。那天晚上，他打開電腦，輸入賬號時，心裡默念：他笑的時候，我不緊張了。屏幕的光照在他臉上，那一刻，他好像真的輕鬆了。第12話，等待的那一天。那天的天空有點灰，網吧的燈比平時更亮。阿成一早就來了，他坐在7號機，打開電腦，郵箱頁面一直沒關，屏幕右下角閃着紅點。他沒點開，只是盯着屏幕，手裡那罐飲料已經不冒氣了。小夏從遠處看着，他今天看起來有點不像平時，沒玩遊戲，只是發呆。他在等結果吧？小夏心裡想着，慢慢地走到櫃檯後面。中午的時候，他去取了泡麵，水剛倒進去，電話響了。他立刻接起：您好，我是人事部。小夏聽見那一瞬，手裡的抹布停住了。阿成背着他，聲音很輕：好，我知道了，謝謝。電話掛斷，他沒有任何表情，只是把手機放下，盯着那碗泡麵。小夏沒走過去，他只是遠遠地看着。那一刻，他心裡有種奇怪的感覺。傍晚，他收拾東西要走，門口的雨又下了。小夏突然叫住他：等一下。他走到儲物櫃，拿出一把傘。上次你不是忘了傘嗎？這把舊的，借你。阿成愣了一下，接過傘，謝謝。他說完，輕輕點頭。走到門口時，他停下腳步，回頭看了一眼7號機的位置。也許下次就不是我坐了吧？他在心裡這樣想，撐開傘，走進雨裡。小夏看着那把傘，半透明的傘面上，燈光映出淡淡的影子。那一刻，他忽然希望，明天還能看到那個人的影子。第13章，雨後的早晨。第2天早上，陽光重新灑進了窗內，空氣裡還透着一絲潮氣。小夏一邊擦桌子，一邊時不時看向門口。门口靜悄悄的，他心裡輕輕嘆了口氣。
果然，今天不會來了吧？他低頭整理零錢盒。就在這時，門口的風鈴叮地響了，那個熟悉的黑色身影出現了。阿成走了進來，他手裡正拿着那把傘。伞，還給你。小夏愣了一下。哦，他點點頭，伸手接過傘。伞面已經乾透了，他下意識摸了摸傘骨。擦着緊乾淨啊。阿成沒說話，只是耳根有些泛紅。他坐回7號機，開機，熟悉的鍵盤敲擊聲重新響起。小夏回到櫃檯，假裝很忙，但眼角的餘光卻時不時飄過去。過了一會兒，他聽到啪的一聲，阿成的電腦屏幕黑了。這台機子又罷工了。小夏走過去，拍了拍顯示器，沒反應。你這電腦跟你一樣。怎麼？都不太說話，還老是死機。阿成愣了一下，嘴角輕輕動了動。那他可能也是因為緊張。小夏怔了2秒，撲哧一笑。呵呵，那你修好它吧。我盡量。2人都笑了，空氣變得輕快了一些。燈光下的7號機好像也重新亮了起來。第14章，好消息。那天的陽光格外晃眼。小夏正在整理飲料櫃，門口的風鈴叮地輕響了一聲。他抬起頭，是他。阿成依舊穿着那件灰色外套，但與往常不同的是，他的腳步似乎比平時輕快了一些。他坐到7號機，按下開機鍵。但這一次，他沒有直接登錄遊戲，而是先打開了郵箱。幾秒後，屏幕刷新了一下，他盯着屏幕上的郵件看了許久，嘴角慢慢上揚，勾起一抹弧度。那一刻，他沒有說話，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氣，仿佛卸下了重擔。小夏注意到了，他手裡擦着台面，卻目光悄悄飄向他。他眼底的光比平時更亮。是結果出來了吧？小夏想，嘴角也不自覺地帶上了一絲笑意。過了一會兒，阿成走到櫃檯前，麻煩幫我打印一下這個，行嗎？他把 U 盤遞了過去，小夏接過，插進電腦。屏幕上跳出一個房名：錄用通知書。他微微一怔，但很快恢復了常態。要幾份？2份。打印機發出嗡嗡的運作聲，紙張帶着餘溫一張張吐出。小夏取出打印好的紙，遞給他。恭喜呀！阿成接過，低聲說道：謝謝。他似乎想說什麼，卻欲言又止，只是抬頭深深看了他一眼，那眼神裡閃爍着某種微光。小夏嘴角微動，快回去慶祝一下吧。不用，我在這兒慶祝就行。小夏一愣，他已經轉身坐回了7號機，點開遊戲，臉上滿是笑意。屏幕的熒光映在他臉上，那笑容安靜又溫暖。小夏看着那張熟悉的側臉，心裡輕輕地想，真好啊。第15章，最後的夜班。深夜1點，網吧的燈光顯得格外明亮。小夏坐在櫃檯後，翻着登記本。7號機空着，
他的目光已經不由自主地飄向那裡3次了。明天他就要去上班了吧？他心裡正想着，门口的風鈴忽然響了。阿成走了進來，他沒穿外套，髮梢有些凌亂，額頭上帶着一層薄汗，像是一路跑來的。這麼晚？小夏問。阿成點點頭，徑直坐回了7號機，動作比平時遲緩了一些。電腦開機，屏幕亮起，但他沒有動鼠標，只是靜靜看着桌面背景，仿佛在發呆。小夏悄悄走過去，裝作檢查鍵盤。明天是第1天上班吧？阿成慢慢點頭。小夏，緊張嗎？有一點兒。他說得很淡，指尖卻在無意識地輕輕敲擊着桌面。小夏站在那，搜藏寡讀，想找點話說，卻一句也想不出來。過了好一會兒，阿成忽然從口袋裡掏出一個東西，是一張卡，網吧的充值會員卡，餘額7元5毛。這個給你。小夏一愣，怎麼突然給我這個？阿成有些局促地撓了撓後頸，我以後可能不會常來了。小夏的手指微微僵住，心弦像是被什麼輕輕撥動了一下。他接過那張卡，猶豫了一下，說：“你自己留着吧，反正你還會回來的。”阿成愣住，眼睛微微睜大，像是被說中了心事。他低下頭，把卡又塞回他手裡。那就先放在你這兒吧。空氣安靜到了極點，連桌面小風扇的轉動聲都聽得一清二楚。小夏把卡放進抽屜最深處，輕聲說：“明天加油。”阿成點點頭。那一夜，2個人都在忙着各自的事，心思卻都繫在對方身上。7號機的指示燈明明滅滅，仿佛也在做着無聲的告別。第16講，下班後的方向。第1天上班，辦公室的空氣比他想象的還要安靜。阿成坐得筆直，緊張得不敢動。開會、記錄、整理，一整天像在跑馬拉松。到晚上7點，他站在公司樓下，手裡拿着剛發的工作證。本來想直接回家，腳卻不由自主往另一個方向走。網吧的風鈴在他推開門時響起，燈光柔和，空氣裡有熟悉的鍵盤聲。小夏正在櫃檯對賬，聽到風鈴響的那一刻，他下意識抬頭，看見是他，動作明顯頓了一下。這麼快就下班啦？語氣很自然，耳尖卻悄悄紅了。阿成點頭，累。他說得很簡單，聲音裡卻有種沉沉的疲憊。小夏看着他這副樣子，輕輕笑了。7號機嗎？阿成點頭，他轉身去開機，但電腦突然嘣的一聲黑屏。小夏，滴滴滴滴。阿成，滴滴滴滴。2人對視1秒。小夏忍住笑，他是不是也累了？阿成低頭，嘴角卻明顯彎起來。
可能跟我一樣。小夏失笑，轉身重新開了隔壁的電腦。那今天坐8號機。阿成坐下，動作慢慢放鬆下來。小夏回到櫃檯，心裡默默想，果然還是會來呀。阿成登錄賬號，盯着屏幕發呆了幾秒。下班後腳走的方向好像不是家。他輕輕笑了，屏幕的光照着他，那笑容很輕，很暖。第17章，第一份心意。月末的風有點涼，阿成早早下班，手心裡攥着一張工資單。第一份工資，他看着那串數字，沉默地笑了笑。應該買點什麼吧，他說的是對自己。走到便利店門口時，他猶豫了半天，最終只買了一包暖暖貼和一瓶不太貴的維生素飲料。這樣應該不奇怪吧？他皺着眉想了想。夜深時，他去了網吧。小夏在櫃檯整理耳機，見到他時，他愣了一下。今天怎麼又來了？語氣是隨口的，眼神卻明顯鬆了一點。阿成只是點點頭，路過。實際上，他特意繞路來的。他走向7號機，卻沒坐下，而是把便利店的袋子悄悄放在鍵盤旁，然後往後退一步，裝作檢查電線。小夏走過來時，看見那袋東西，眉頭微微皺起。這是什麼？阿成咳了一聲。別人落下的。別人？哪位別人？阿成語塞。就別人。小夏打開袋子，看到暖暖貼和維生素，愣了2秒，然後輕輕笑了。這個別人還挺細心的嘛。阿成耳朵立刻紅了。可能怕冷。小夏看着他，心裡輕輕一暖。這個人真笨，又真好。他沒拆穿他，只是輕聲說：“替那個別人說一句，謝謝。”阿成低頭。那晚，他坐在7號機旁，遊戲沒打開，只是在發呆。而小夏時不時看見那袋東西，那不算禮物，卻暖得剛剛好。第18話，被記住的溫度。第2天清晨，朝陽剛剛升起，小夏背着包走在上班的路上，晨風拂過臉頰，帶着一絲凜冽的寒意。到了網吧，他換上工作服，拉開了櫃檯的抽屜。昨晚放進去的那個袋子還靜靜地躺在那。小夏拿起那片暖寶寶，指尖猶豫了一下。這個人，他微微蹙眉，卻還是撕開了包裝，貼在掌心。溫熱的感覺慢慢滲入，很舒服。忙到中午時分，他端着泡麵走向休息區，不小心碰掉了筷子。彎腰去撿的時候，視線落在了自己的掌心。暖寶寶透着微弱的光。他愣了一秒，不知為何，腦海裡突然浮現出那個人安靜地坐在7號機的模樣，戴着耳機，肩膀微微塌着，
像一隻溫順卻又小心翼翼的大型犬。小夏臉頰莫名有些發燙，他趕緊甩了甩腦袋。想他幹嘛？他小聲嘟囔着。下午有個學生來機房做作業，電腦突然死機了。學生慌張地喊道：“姐姐，它不動了！”小夏走過去，二話不說，啪，熟練地拍了一下主機箱，電腦屏幕立刻亮了起來。學生：“哇，姐姐好厲害！”小夏宛然一笑，眼神卻飄向了遠處。我認識個怪人，他也總這麼幹。話一出口，他自己都愣住了。怎麼又提他？他懊惱地小聲嘀咕。傍晚下班時，他把暖寶寶重新塞進口袋，輕輕按了按。雖然餘溫已經散去，心底卻仿佛還留着某種恆久的溫度。走出門口時，他的腳步頓了一下。今天他會來嗎？隨即搖搖頭，才管他呢，轉身大步離開。但那抹溫熱似乎透過掌心一路蔓延到了心裡。第19話，3天沒見。已經3天了，小夏依然每天都在網吧忙碌着，但總會在不經意的時候，目光飄向7號機。第1天沒來時，可能在加班吧。第2天沒來時，今天不是休息日嗎？第3天沒來時，小夏自己也愣了住。我怎麼老往那兒看？他皺着眉，有些煩躁地用指關節敲了敲櫃檯。關我什麼事？然而下一秒，視線又不聽使喚地飄到了那個空位上。同時，阿成正坐在歐本室裡盯着手裡的報告，盯了半天，卻一個字都沒看進去。午休時，他手撐着額頭，腦海裡莫名閃過一個念頭：昨天他幾點下班的？隨即一愣，我怎麼在想這個？他眉頭緊鎖，把報告往前一推，但心思無論如何都無法重新聚焦在工作上。晚上下班後，阿成走出了地鐵站，理智告訴他應該往左拐回家，可雙腳卻像中了邪一樣往右偏。那條路的盡頭是網吧的方向。我只是路過，嘴上這麼自我催眠，卻腳步越來越快。繞過路燈柱時，他忽然停下了腳步。前面不遠處，一個熟悉的身影正提着垃圾袋從後門走出来。是小夏。他低着頭，一邊走一邊無聊地踢着路邊的小石子，顯得有些心煩意亂。怎麼還不來？他極小聲地嘀咕了一句，聲音輕得像嘆息。雖然隔得遠聽不清，但看着那個身影，阿成的心竅忽然漏了一拍。他想開口叫他，喉嚨卻像被堵住的一樣。就在他猶豫的瞬間，小夏似有所感地抬起頭，兩人的視線在昏黃的路燈下猝不及防地撞上了。小夏愣住了。哎，你……他試圖假裝鎮定，但提着垃圾袋的手指卻驟然收緊。你怎麼在這兒？阿成僵在原地，耳根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紅了起來，低聲擠出2個字：路過。小夏，
他抿了抿嘴，忍住笑意。每天都這麼巧，正好路過我們這兒。阿成，他此刻只想找個地縫鑽進去。就在两人對視的那幾秒沉默裡，小夏突然意識到，這3天的空缺，原來不只是他在意。路燈將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，空氣安靜得連風吹樹葉的聲音都清晰可聞。誰都沒在說話，但兩顆心的跳動頻率卻在這一刻仿佛悄悄重合在了一起。第20章，一起走的那段路。微涼的晚風拂過，小夏拎着垃圾袋站在路燈下，阿成就站在離他3步遠的地方。誰也沒說話，只有彼此的影子在地面上交錯。終於，小夏打破了沉默。你真的每天都只是路過？阿成的耳根瞬間紅透。剛好順路。小夏挑眉看着他。你家在東邊吧？阿成心裡哀嚎，東邊完全是反方向啊。小夏沒再追問，提着垃圾袋往前走。走了幾步，發現身後的人還在原地沒動。他回過頭，愣着幹嘛？過來呀！語氣聽起來很自然，但藏在髮絲後的耳尖卻悄悄紅了。阿成僵硬地走了2步，目光落在他手裡沉甸甸的垃圾袋上，心裡正在天人交戰。我是不是該幫忙？現在伸手會不會太突然？會不會嚇到他？要不要裝作若無其事？結果還沒等他糾結完，小夏直接把垃圾袋塞進了他懷裡。既然順路，那就幫忙拿一下，我去開垃圾房的門。阿成，懷裡猛地一沉，心跳卻隨之漏了一拍。他主動讓我幫忙。他乖乖抱緊了垃圾袋，走路姿勢僵硬得像個剛出廠的機器人。兩人走到垃圾房旁，小夏打開蓋子，扔吧。阿成就點了點頭，深吸一口氣，像是要完成什麼重大任務一樣，用力一拋。但用力過猛，砰！垃圾袋狠狠撞在桶邊緣，然後啪的一聲掉在了外面。小夏，阿成，两人對着地上的垃圾袋無語對視了3秒，然後小夏終於忍不住撲哧一聲笑彎了腰。嘿嘿，你怎麼連扔個垃圾都能出意外呀？阿成的臉紅得快要滴血，但看着他的笑臉，嘴角也抑制不住的上揚。失誤。兩人並肩往回走，步子放得很慢，晚風吹得輕柔愜意。雖然誰都沒有說話，但空氣中莫名流淌着一種溫柔的氣氛。走到網吧門口時，小夏停下腳步，背對着他輕聲說了一句：“以後別讓我等那麼久。”話音剛落，他就像受驚的小鹿一樣，轉身跑進了店裡，根本不等他回答。阿成獨自站在門口，心跳得比剛才任何時候都要快。他低頭看着剛才提過垃圾袋的手，有些不敢置信地想：他是在等我嗎？那一刻，連街上微涼的風似乎都變得溫暖了起來。